下一个张建军，出勤28天，1天280，7840，点点数。等一下，那抽成去哪儿了？一个人一天被抽20，咱们50号人，一个月就是3万，这30万可是我们流血流汗的钱，整整30万。你在城里买的那套房，敢说不是吸我们的血买的？对啊，林峰，对，这差价你也赚得太狠了吧？张建军，上个月你连轴转，3伏天在架子上中暑昏迷，救护车抢救加住院7000多块钱，谁掏的？那也不能一天扣我20啊。老周，你儿子9月份开学，学费差1万，那天你半夜哭着找我，我二话不说就把钱转你了。还有这30多万工资，周总上个月就说资金链断了，没这必要的风险对冲，我怎么拿命去借高利贷给你发今天的钱？林哥，你别拿这些小恩小惠来偷换概念。虽然你帮过大家，我们也都领情，但一码归一码，你一年拿走几十万，这可是事实。林哥，你在账本上记2笔请客吃饭买点酒，就想糊弄我们了？账本这东西咱也看不懂啊，还不是你一张嘴说了算？各位叔伯兄弟，我已经私下找过开发商周总了，周总亲口答应我，以后咱们的活可以直接跟他对接，咱们直接绕开林峰这个中间商，每人每天实打实的300块不扣。行，工资都在这儿，你们自己点清吧。这个领头的位置我不做了，你们后续直接对接负责人吧。从今天起，工时、考勤和现场相关事务全都交由孙浩负责，往后不管出现任何状况，都不要再联系我。林哥，等等我！我不懂什么一天300还是280，我只知道去年我妈换肾没钱快要死的时候，是林哥连夜凑了8万块钱拍在我家桌子上，没有林哥，我早没妈了。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林哥，你就带我走吧。走吧。林峰啊，村里现在都在骂你啊，你三叔说你心黑了，赚乡亲们的黑心钱。今天你爸去村口代销点买酒，硬是被人家给吐了唾沫，挤兑回来了。这到底出啥事儿了？你是不是真拿人家钱了？妈，别人说什么你们别听，这几年我往家寄的钱干不干净你们最清楚。我没有坑过任何一个人，他们觉得我碍事了，我退出来就是。可是村里的亲戚都在骂你呀，他们说你忘本，说你赚自己人的黑心钱。妈，记住我一句话，用不了半年，他们就会哭着求我回去。你和我爸在村里把门关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妈，这大半年我可能没时间经常给你们打电话，我要忙点大事。林哥，咱们以后干啥？现在野路子走到头了，干正经事儿。小涛，从明天起跟我去正规的建筑培训班。兄弟们，跟着周总干就是痛快。第1个月工资不仅一天不差的结清了，周总看大家辛苦，还每人额外发了500块的高温奖金。林哥，你看看群里，孙浩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小涛，你知道周总为什么要发这500块奖金，请这顿茅台吗？难道是为了收买人心？对，但他收买人心的成本太低了，500块奖金加一顿饭，就把几十号人的防备心彻底击碎了。走着瞧吧。营业执照今天刚下，现在把心收一收，准备干活吧。真的吗，林哥？咱们接大工程了？大工程轮不到我们这种刚注册的草台团子。市南老城区雨污分离下水道改造，政府的散活。林哥，这活就算干成了，咱们也赚不到几块钱啊。这活本来就不是用来赚钱的，它是用来立规矩的。这是我们敲开政府市政工程大门的敲门砖。小涛，我们要蜕层皮，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工了。林哥，这周的账出来了。咱们本来预算就低，你非要给所有临时工买足额的建工医联险，还买了极其昂贵的雇主责任险，再加上这批国标的劳保用品，咱们这趟活的利润直接被砍了一大半。这哪是干工程，这简直是做慈善啊！闭嘴！按规矩办，少买1天保险，一旦出了事，咱们刚刚起步的公司就得破产。记住了，安全和规矩才是工程界最硬的通货。都合格了，现在可以回填了。收到。把那边的井肉井打开，量一下管底做高。主任，3%的坡度，标准的像教科书一样，款壁内竟然一点积水都没有。资料呢？拿来看看。你叫林峰？是，黄主任，请多指教。指教谈不上，你这活干得漂亮，太漂亮了。现在的包工头啊，满脑子都是偷工减材赚快钱。像你这样宁可压缩利润，也要把规矩立得这么正的年轻人，实在是太罕见了。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你这种把安全和质量当命看的施工队，直接一次性通过。另外，下个月市里有一个总价500万的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焦段要放出来，百合外立面修栈。你这个公司虽然资质浅，但这套标准我认，去投标吧。带着验收报告上背书，我会亲自给你们写个米检推荐单位的评语，算是我给你们的背书。百合外立面的背书。谢谢黄主任，绝不给您丢脸。林哥，500万，有主任推荐。我的天，咱们这1个多月的泡面没白吃，咱们熬出头了。小涛啊，叔这边手头紧，想找你借点钱。哎，林哥，是村里的周三叔打来的。他说他想找我借1000块钱当生活费。借钱？孙浩上个月不是刚带着他们吃了茅台发了奖金吗？周三叔说，周总这个月说公司财务要走审计程序，他们发薪日往后推迟了10天。中午的肉菜也变成了白菜汤，还让他们自己掏钱买安全帽。一顶破帽子扣他们80，不买不让上工。告诉周三叔，没钱。叔，我这边也没钱。真正的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有了免检推荐的背书，建成劳务终于拿到了总造价500万项目的正标入场券。按政府规矩，所有正标公司必须在指定的废弃楼体上完成高空一面墙的花的房安全房的施工，实地检验工艺活干得最好，谁就能拿下正标。哼。哟，这不是林大老板吗？听说你现在自己立砖头，当起老板了？林总，消息挺灵通。林哥，没看出来啊，你这皮包公司还真敢来接市北区的活。不过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这项目周总早就盯上了，就你手底下这几个歪瓜裂枣，拿什么跟我们斗？怎么斗？看标书，看规矩。周总要是真有底气，就不至于大热天里跑到我的施工场地来探底了。年轻人，别以为拿了个什么免检推荐的名头，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干工程靠的是人脉和成本控制，我手底下有的是廉价劳动力，我能把价格压到你怀疑人生。政府的标最终还是价低者得。林峰，你玩不过我的。林哥，他们肯定是看咱们施工干得太漂亮，心里慌了。周总那帮人除了偷工减料、恶意压价，还会干什么？他们不仅会恶意压价，还会下黑手。小涛，今晚让工人们都回宿舍，施工场地一个人也不留。啊？不留人看着，万一他们晚上来搞破坏怎么办？既然是防不住的贼，那就让他偷好了。野路子出身的人，脑子里只有打砸抢，他们根本不懂。现代工程管理的第一步叫做无死角监控布防。林哥，出事了！吊篮的电缆背景也不对劲儿，卡扣被人动了手脚，现在连机器都动不了。咱们不仅要被淘汰，还要被算作严重违约，肯定是孙浩那帮王八蛋干的。林哥，我现在就去拿钢管找他们拼命！站住！去车里拿上标书，换上西装，电缆不用接了，吊篮也不用修。今天这场竞标不用施工，我们已经赢了。这都10点了，林峰还没到，他是不是不敢来了？那肯定的呀，他估计是怕竞标输了没面子，就不敢来了。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当缩头乌龟呢。既然林峰带领的工程队弃权，那我宣布本次竞标由……等一下，哟，林老板来了。听说你们那边的施工场地昨晚好像出了点意外，年轻人干工程光有满腔热血可不行，连个场地都看不住，怎么让政府放心把500万的单子交给你？林哥，没那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真是丢人现眼。抱歉各位领导，刚才处理了一点小事儿，现在可以开始会议了。各位领导，
我们公司在成本控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拥有庞大且廉价的自有劳务团队，免去了诸多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开销，所以我们的总报价是380万。周总，你这个价格，各项安全措施、特种设备的租赁保养以及工人的保险费用能覆盖吗？领导放心，我们的工人都是干了10几年的老把式，经验丰富的很，根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保护，绝不会出问题。好，下一位，建成劳务林峰。各位领导，建成劳务的总报价是490万。490万，林峰，你是来抢钱的吧？你这价格毫无竞争力。我们的报价看似偏高，但这490万里的每一分钱都在阳光下。这是我们所有参与高空作业的施工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建成劳务的持证上岗率是100%。这是我们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一切险及足额到额雇主来走延险保单复印件。这笔钱我绝不从工资里扣。这是我们采用的新型防火防水外墙漆的出厂合格证明，以及符合国家最高环保标准的质检报告。外立面修缮是高危的高空特种作业，工程界没有物美价廉，只有1分钱1分货。我们不拼底线，我们拼的是绝对的安全合规，以及对每一位工人、每一位城市居民生命负责的态度。建成劳务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偷工减料和违规操作。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连今早的场地施工都没完成，设备都瘫痪了。周总说的对，我的施工确实没有完成，因为昨晚凌晨2点，有人恶意破坏了我的施工设备，剪断了高压电缆，并撬松了高空作业吊楼的承重烤扣。如果今天早上我或者我的工人不知情上了吊酒，这就是一起恶性的1死多伤的重大安全事故。你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就在这里胡说八道！证据？胆大包天，这就是谋杀！不仅如此，就在今天清晨，刑侦部门已经完成了现场取证并立案。这段录像的原本我已经提交给了官方。谁是孙浩？孙浩，出来！周总救我！是你让我去干的，是你逼我的！你放屁！这是他个人的报复行为，跟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这小子心术不正，我早就想开除他了。孙浩，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及破坏生产经营罪，跟我们走一趟吧。周总，你们公司的竞标资格被当场取消，雇佣这种手段残忍的人员，且存在极其恶劣的黑恶势力竞争行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我会如实上报建委，将你们公司列入本市市政工程的黑名单。林哥太爽了！你看到孙浩被带走时那个表情了吗？还有那个周总脸都绿了，咱们真的赢了，咱们凭硬实力把他们碾碎了。赢，这才哪儿到哪儿。孙浩被抓只是个引子，周总被官方拉，他的资金链马上就会断裂，他接下的那些烂摊子很快就会现出原形。那帮跟着孙浩瞎胡闹的老乡，马上就会迎来这个世界真正的毒打。林哥，你猜怎么着？孙浩刚从看守所放出来，回到工地，差点被老乡们吃了。你不是说跟着周总有好日子吗？现在周总的小舅子接管了食堂，以前咱们每天2荤1素，骨肚汤管够，现在全变成水煮烂白菜包子了，连点油星都没有。这玩意儿给人吃的。不仅如此，周总还说之前因为被调查耽误了工期，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休息全部取消。40度的高温不休息会死人的。他们就没闹，但闹有屁用！一双破胶鞋要从工资里扣80，大家全指望孙浩回去主持公道。你去找周总啊，不是你带我们来的。结果孙浩连周总的面都周总没空，大家再忍忍，过2天资金一到，什么都能解决。说忍忍就过去了。小涛，你林哥在不在旁边？你帮我问问他，现在外面的规矩是不是变了？今天监理来查验，说我们抹的灰不平，腻子没干就刷漆，
大面积起皮。你们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儿！说因为我们反攻造成了材料损失，所有人每天要扣100块钱。一天扣100？那你们一天不就剩200了？是啊，这比以前跟着你林哥干的时候还少80块呀！我们去找孙浩，想让他带着我们罢工。结果孙浩不敢，对吧？林峰，你可得帮帮叔啊，这日子真没法过了。林哥，孙浩凭什么不敢罢工？因为周总的第3刀早就架在孙浩的脖子上。违约金已经滚到了5万，你要敢带着人罢工，那我就拿着你按了红手印的合同去告你，让你不仅拿不到1分钱，还得背上一屁股债去坐牢。林哥，救命啊！我爸掉下来了，流了好多血，医院说要10万块钱做手术。林哥，你来看看我爸爸，求求你了！你们在哪个医院？是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知道了。家属呢？病人重度颅脑损伤加皮破裂大出血，必须马上交10万块钱手术费。到底有没有人交钱？10万啊！孙浩，掏钱！我爸是跟着你干才出事的，你给我们买的保险呢？赶紧拿出来垫医药费！我没买保险。周总说能省就省，说大家都是老把式，不会出事的。你个畜生！我要你给我办偿命！我打电话找周总要钱。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service. 跑了，周总跑了！怪不得他昨天把工地上值钱的设备都拉走了。救救我吧，林哥，救救我吧！林哥，我们不管吗？管？拿什么管？我的账本他们嫌假，我定的规矩他们嫌烦，这叫因果循环，自己受着。领导已经把接盘楼盘的基建新老板请来了，只要新老板愿意出面协调，你们的工钱有希望解决。林董，我们到了。政府核算的接盘底价已经发过来了，烂尾部分的结构损失评估报告也同步完成。接盘的开发商到了没有？只要资金一到位，马上把人劝下来。只要您签字，我们的正规进场团队随时可以接管。另外，楼上那群人的欠薪属于前任承包商的经济纠纷，集团法务部建议我们不予代偿，坚决切断连带产业的泥潭。人到了没有？现场情绪快压不住了。林董，您可算来了，真是给我们市里解了燃眉之急啊！领导客气了。建成集团既然接手了烂尾楼，带我上去吧。林哥，林峰，真的是林峰！林哥，你发财了！林峰，你是回来救我们了，对不对？林哥，你看在咱们是一个村的份上，你就帮帮我们吧，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林哥，我家老周还在楼下轮椅上冻着，下半辈子都毁了，你救救命吧！我知道你心最善了，林哥。当初是我们瞎了眼，是我们被猪油蒙了心，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林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是个畜生，我是王八蛋，周总坑了我，他用阴阳合同让我背了违约金，这帮人还要弄死我。林哥，看在咱们一起干过活的情分上，你就收留我吧，我给你当苦力，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林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林总，你看，既然都是你们村的乡亲，要不你个人出点钱安抚一下，或者把他们收进你的公司，把这事平了。你们的烂账，去找警察和劳动局。我的公司不当慈善家。林哥，你怎么能这么绝情？绝情的是商业法则，不是我。你们想要工资就去打官司，你们想要治病就去众筹，别来对我进行道德绑架。当初你们既然觉得我抽走的那20块是吸血，现在就该咽下没有抗风险底线的苦果。想在我林峰的手底下干活，按规矩来，考证、签合同、交押金，做不到的就滚出我的工地。小涛，通知各部门走流程对接，清场准备开工。收到，林董。各3组注意，进场接管。职工可快速录音。三叔，非接管人员全部退出警戒线。后来，周总被跨省追捕归案，这辈子再也无法翻身了。孙浩也因为背上巨额债务，变成了老债，只能躲在桥洞底下苟延残喘。而老乡们追回的残款，也因为扣掉医药费所剩无几了。最后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到老家。村长提着努特品想求我拉他们一把，别找了，人早接城里去了。但我早把父母接进了城里的高档别墅。我从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想当被人供奉的神，我只是用10年的血液明白了一个道理：工程界最硬的通货，从来不是人脉和偷工减料。证件核验通过，下一位。安全绳不挂，任何人不准上吊廊，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和对生命的敬畏。林董，首批进场人员保险合同、培训记录全部核验完成。规矩立住了，命才守得住，命守住了，工程才有未来。